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童年的关键词：外祖母与外祖父。今天和大家谈谈关于马尔克斯的童年。我的童年也是和外祖父在一起长大的。我对马尔克斯的童年，特别是出国30年以后和南美的很多朋友接触，我对哥伦比亚、对南美的很多文化非常有兴趣，所以也读到了关于马尔克斯的一些作品，觉得马尔克斯的童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。大家知道有2本书，一本书叫做《番石榴飘香》，另外一本书叫《马尔克斯传》。这2本书呢，都详细的介绍了马尔克斯的文学巨作《百年孤独》和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这2本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集。那么这些著作里边呢，在马尔克斯的整个写作当中呢，呈现着他对童年的记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他的代表作《百年孤独》中，融入了许多神话故事、民间故事、宗教经典之类的神秘的因素，将现实和虚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创造了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。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呢，就像一个奇迹，像个崭新的风筝，让人感到了一种阳光和希望，还有一种风雨。马尔克斯的童年，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北部卡塔卡的小镇，跟着父祖母在镇上那个鬼魂出没的伊密山庄生活了10年。那个上校外祖父从小便向马尔克斯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，外祖母郭姥姥也经常给马尔克斯讲一些关于古宅的幽灵鬼怪的故事。在外祖母的心目当中，他的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，好像鬼怪和现实是混杂的。他一出口，一跟马尔克斯说话，就是那些鬼神的故事。马尔克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祖母的鬼故事下长大的。祖母是一个酷爱迷信的人。他告诉马尔克斯，家里走动的幽魂，思考着伴随着人生的一生，总是和死亡在一起的。这些故事的方式都是外祖母讲的虚幻的一些可怕的影子，在幼年的马尔克斯心中早早地播下了魔幻的种子。10岁前的经历对于马尔克斯来说，这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一段经历。大家知道，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，他们经济收入非常丰厚，拥有良好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声誉，房子很大。本来夫妇俩想找到一个可以平安度过壮年和老年时期的福地，可是10年之内，千日战争以及尼古拉斯和梅达多的决斗改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轨迹，把外祖父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内疚的愁眉苦脸的人。外祖父有句名言，就是他对马尔克斯常说的那句话：你不知道一个死人有多苦啊。这句忏悔性的话，而永远的痛苦着，永远的折磨着他的外祖父，也影响了30年后马尔克斯文学成就的命运。外祖父对马尔克斯有着特殊的感情，
他们是这个家里边最重要的2个男人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小孩。外祖父在那个村子里，在那个区域里是一个强壮的人，他的食欲极好，而且他的性欲极强，有几十个私生子。但是他对马尔克斯却特别的关爱，对马尔克斯也特别的尊重。无论马尔克斯提出什么问题，他都会细心的回答，甚至查阅字典。大家知道马尔克斯最著名的著作《百年孤独的开始》讲到的那个冰块，就是外祖父带他去看的，因为他没见过冰块，那么外祖父就带他去看了冰块。没想到几十年以后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记录成了马尔克斯最重要著作的开始。让我们列举一下马尔克斯童年所受父母影响，在他心目当中留下的那些神鬼故事吧。当我们读到马尔克斯的书的时候，他的童年生活确实给人一种魔幻的色彩。也许真的像马尔克斯多次重申的那样，他的写作并非魔幻，它就是现实。马克思在童年在外祖父的老宅中度过，那宅院几乎是凶宅，这可能也与他外祖父杀死了梅达多有很大的关系。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，这座古院每个角落都死过人，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。每天下午6点，人就不能在住宅里随便走动了。那真是一个恐怖而神奇的世界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。外祖父认为，也许只有迷信能够对童年的马尔克斯以象征性的保护。阴魂走开以前，就应该让小孩睡觉。孩子们躺着的时候，如果门外有兵役的行列通过，应该叫他们坐起来，以免跟着门外的死人一块儿死。应该注意，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，因为黑蝴蝶进来了，就意味家里有人要死。若是飞来了金龟子，家里就是来了客人。这样很多很多的鬼故事，在马尔克斯的心灵里深深地感染他。这一切给人们的感觉神乎其神，也许这正是这些鬼故事给马克思带来了丰富的写作的想象力。马尔克斯说，他的写作深受加勒比海的文化的影响。加勒比海的文化不讲逻辑，也不讲总结，更不讲规律。加勒比海的文化更关注的是故事，用一个一个故事诠释人生。马尔克斯的作品也充满着这种特色，他的小说充满着很多的故事。所以马尔克斯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他也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的个人性格。比如他喜欢黄玫瑰，黄玫瑰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友情，也是一种象征，吉利的象征。每当他写作的时候，总是要在桌上放一瓶黄玫瑰，如果没放黄玫瑰，他就写不出东西来。他有时出门的时候，要上飞机的时候，突然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会立志终止自己的前行，然后改日再去。他常常犯这样的事儿，而这些事常常又验证了他说的正确性。有人说马尔克斯是会算命的，他自己也感到有点惧怕，但是他常常说，这不是我会算命，是因为潜意识在驱动着我，收缩着不同的情报。
马克思的童年所经历的这些事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否认，马尔克斯他在开始17岁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，多少也受了卡夫卡的影响。卡夫卡呢，小说里边的人可以变成甲虫，这在马尔克斯看来也是非常奇妙的。他曾经说，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，也就是他读完了卡夫卡的这部小说以后，第二天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。马尔克斯说，作为一个作家来讲，他的灵感不是因为他是受了苦、受了难、受了打击，他认为他的灵感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湛的技巧和对主题的表达。主题的出现对他的写作很重要，吃饱饭有个好的打字机对他的写作也很重要。马尔克斯说，对于他来说，小说的产生关键就是第一句话，而第一句话的产生就是他这个小说想要写的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形象。所以他说，小说总是要有一个视角形象的产生，那么这个小说就开始了，情绪和意愿也就开始。马尔克斯曾经为一部小说的句子的开头烦恼过，但是他对海明威所说的有一句话一直深深记在心里。海明威说过，只有知道了第二天可以继续时，我才休息，才能继续。这话表达了对小说写作、对明天、对小说以后写作的未来的一种思考。我们今天谈马尔克斯的小说，也谈到了他的童年。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琐碎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，和大家谈一谈。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，我的童年也是受外祖母影响的。也许你是一个作家，你的童年的生活会影响到你以后的写作。也许你是一个其他的人，是一个生活的百姓，你的童年同样会影响到你的成长和你的一生。谈谈童年是多么有趣的事，谈谈马尔克斯就离不开谈他的童年。马尔克斯的童年故事值得我们阅读，值得我们了解。